男人为大户人家接生，报酬却只有2把黄豆。他一脸不情愿拿出黄豆想骂娘，谁料黄豆全都变成了金子。他还没来得及想明白，自己就被甩出轿子，而抬轿的苦力竟变成了纸人。李长福是个穷兽医，年关将至，家里连半斤白面都拿不出来。深夜有人来敲门，家里的太太难产，让他去接生。这深更半夜的，咋不去找产婆呢？自己这个兽医，只给牛马接过生，也没给人接生过。可看到老婆那张脸，自己都穷成这样了，还挑啥活？他只能坐上轿子，同意去接生。可越走他就越瘆得慌，荒郊野岭的，越往林子里去就越发漆黑。终于在老林子深处到了这户人家，可他心里也嘀咕，咋不记得这里还有户人家呢？既然都到了，也不能见死不救。好在顺利接生，多赏点儿，别让人家挑咱们理儿。哎，丫鬟从房里端出一个罐子，管家从里面抓了2把黄豆。李长福气不打一处来，骂骂咧咧打开袋子，竟发现黄豆变成了金栗子。村里都传言他是给老林子里的狐狸大仙接了生，从此发了横财，成了有钱人家。可前不久，李长福家中却发生惨案，妻子上吊，儿子淹死在水缸里，李长福也被倒插进灶台之中，一家3口死相凄惨，唯有小女儿活了下来。村民们都说是狐仙索命，请来了高人刘二爷，他是兴安岭黄尾猎人的后代，对于山里的奇珍异兽颇有研究。仅凭门口的一根稻草，就分析出3人是被害死的。为了保护女孩不被迫害，他决定抓住凶手。在他眼里，凶手并不是什么鬼神，那不是鬼神，那是啥呀？大马猴。大马猴？啥？老林子里有种专吃狗尿苔的大马猴，它的尿浇在柴火上后，燃烧的烟能让人产生幻觉。李长福一家就是因为被迷惑才自杀的。这大马猴平时不害人，一旦结仇便会赶尽杀绝。曾经就有大马猴杀掉一村子人的情况，但大马猴有个弱点，就是喜欢看热闹。二爷让村长搭了一个戏台唱戏，晚上村子里热闹非凡，唱戏的声音传得很远，附近的山里也能听得清楚。二爷特意提醒，大马猴出现千万不要乱动，因为尿味产生的幻觉对静止的人无效。说罢还把一只公鸡放进坛子，让村长放到舞台前的桌子上。村长心惊胆战地抱着坛子，谁知刚放下，大马猴就出现了。他刚想转身逃跑，忽然想起二爷的嘱咐，只好原地站着一动不动。村民看着大马猴一步步接近村长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大马猴来到村长身后，大马猴被大家分散注意力，人们都装成看不见他的样子。他被桌上的酒坛吸引，伸手进去想要掏出公鸡，可手却怎么也拿不出来。李长福的侄子冲了出来，他并不知道大家在演戏。你们什么人性？我大爷刚死，你们大家唱戏是啥意思啊？这番怒斥激怒了大马猴，手里的酒坛子直接将村长爆头，村民被吓得四散而逃。殊不知是中了大马猴的幻术。可奇怪的是，这大马猴只追着村长不放，关键时刻二爷放下陷阱，罩住了大马猴。小女儿看到亲人赶来，拿出父亲嘱咐的地契交给阿星。原来地契藏在他那儿。村长明显是隐瞒了什么。大马猴看见村长后开始发抖，这时大家一同进入了幻术之中，事情的真相也慢慢浮出水面。原来当初李长福没有遇到狐仙，他只是给山里一户村民接生。这户人家世代为皇帝驻守龙脉和经脉，给李长福的报酬都是黄金豆子。李长福起了贪念，拉拢村长，强迫守金人交出地契和藏宝图。守金人牢记祖训命死不从，村长起了杀心，和李长福杀害了守金人一家。李长福把藏宝图卖给了一个商人，自己留下了地契。可他们不知道，守金人收养过一只马猴，他目睹了这毫无人性的一幕，一直在山里修炼到成年，来到李长福家报仇。今天他的目标正是村长，奋力冲破牢笼之后，将村长活活咬死。二爷得知真相后，没有向他开枪，而是放走了有情有义的大马猴。